好天气下的基隆真的美得令人惊艳，长年以来雨都的称号让人容易忽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。其实基隆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痕迹，还有许多特色美食与有趣的景点等待探索。这一集我们特别精选的9个美食与景点，带大家来一场丰富的一日游。此外，频道即将迎来10万订阅，我们也会分享拍摄影片的幕后秘诀，并聊聊这1年多来帮助我们成长加倍的重要伙伴。今天我们要来基隆美食景点一日游。那其实因为我们频道快要满10万订阅了，常常有很多人呢来我们的频道留言说，请问你们拍摄设备是什么？看起来真的很棒。那也有很多眼尖的老观众呢，会发现说，在过去的1年多来，我们拍摄的规格还有流量、订阅都有蛮大幅的进步。那其实呢，最主要的原因呢，都是因为我们从手机拍摄直接升级到这一台 Sony 的 ZV-E1。今天我们会用它来搭配3种麦克风，分别是 Sony 的 ECM M1 以及 ECM W3， 然后顺便呢跟我们之前还没升级的 Sony ECM B10 比较一下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常是怎么拍摄的。现在在百米瓮炮台的游客中心，我们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呢？都会先从它的游客中心开始，因为你如果直接去看景点本身的话呢，你可能看不出什么门道。可是你先来游客中心晃一晃，了解一下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景点可能远比你想象的有趣很多倍。天气好了，基隆真的是超漂亮的。基隆的炮台有很多个，那我们会选择百米瓮炮台作为我们的首选呢，是因为这边的 CP 值很高，它临近2个灯塔，所以你来这边呢就可以一起顺游起来。再来呢，是因为这个炮台它整理的环境相对的好，然后呢景色非常优美，尤其是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你看这边海这么的蓝。虽然说这边大炮早就已经移走，只剩下炮台的遗迹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在这里100多年前的人们呢，虽然面对了战争，可是呢，可以天天看这片漂亮的大海，也是一件小小的幸福。什么？基隆屿啊！我现在是有螳螂捕蝉。我现在手上这颗呢是 Sony 的1635镜头。当我在自拍的时候呢，我会喜欢用16端，因为这样子呢，画面会显得比较广角，能够收进更多的景色。而且我在拍自己的时候呢，脸也会显得比较小一点。景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一边是海，然后一边是那种很重工业风的。然后我这样子16端的镜头，刚好就可以把它2个全部都收录在里面，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天堂跟地狱吗？不能这样说。我们刚刚看这个看很久。然后查资料才知道说，它是本岛唯一一个钢制圆顶的观厕所。关于本兽1+1害的。觉得它最大的亮点是它上面有很可爱的猫咪脚印。我们现在来到基隆灯塔，它就在香港管制区的旁边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式起重机的运作，然后旁边呢，蓝蓝的大海配上这座像城堡的白色灯塔，非常的漂亮，很有希腊风的感觉。我们很喜欢 ZV-E1 的一个功能，叫做动态积极模式。像我刚刚那一趴呢，虽然没有什么走动，可是手还是忍不住会抖动啊，那画面就会不太稳定。那我现在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，它会透过裁切的方式啊，让整个画面显得相对稳定。虽然脸会大一点，不过我使用1635这个16端呢，所以脸看起来还是 OK 的啦。基隆灯塔跟我们刚刚看的百米瓮炮台差不多是同一个时期的产物，都是在1900年左右。但它从前呢是砖造的灯塔，后来才改成这种钢筋混凝土的灯塔。我们会决定从手机换到相机呢，主要是有一个功能叫做侧翻式多角度 LCD 萤幕，就像它现在正在使用的情境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现在不能翻的话，像这个画面啊，你如果用手机拍的话，你整个人趴到地上都没办法拍。可是它现在可以翻过来，就可以贴着这样子，然后拍上去，就拍得到。一般在用相机自拍的时候呢，都会害怕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构图。这时候我们只要把侧翻式多角度 LCD 萤幕翻过来，就可以清楚看到自己的样子了。
你是使用手机在自拍的话呢，它的前置镜头只要碰到光线不足的状况呢，表现就会差的很多。因为我们常需要远距离的收音，所以我们很厚脸皮的跟 Sony 借了 ECM-W3，发现超级好用的，就算2个人隔得很远呢，声音都还是可以很清楚。另外 W3 还有内建降噪模式，像我现在有把降噪模式开启，就不用怕周边的噪音呢会影响影片效果。现在其实周围的声音还蛮嘈杂了，我来把降噪的功能关掉。像现在呢，就是没有开启降噪模式的时候，周边的声音呢就会还蛮吵的。那如果你有把降噪模式打开的话呢，你回家就不用费心再去处理后期的声音了。你现在再把它切回去。好，现在是打开了。另外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它可以直接使用机上热靴，这样就不用另外再接一条线。我们以前常常线没插好呢，就整段都没有录到声音。W3 的续航力还蛮不错的，像我们在拍摄的空档中啊，就会把它放回去充电盒充一下，这样子一整天使用下来呢，绝对是很够用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佛手洞这个景点，那我从巷子走进来呢，其实有一面还是有人家住的，那另外一边呢就看起来稍微有点废墟风，其实还蛮好拍照。不要讲废墟风，是吴哥窟风，其实很好拍照，拍起来很厉害的。对，整条巷子都很漂亮，真的拍照也好好看哦。哇，要入洞了！我最喜欢到这种景点了。你最讨厌这种景点了？你有尝到一股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吗？有。佛手洞呢是一个天然的海蚀洞，那我们一到这边呢，居民们就非常的热情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佛手洞要往哪边走啊，还告诉我们怎么游览这个洞的一些小秘诀。像他们说这边大概晚上6点左右就会熄灯，然后也告诉我们说，走进来之后呢，你往右手边走啊，怎么样，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佛手印了。如果只能带一台摄影设备出门的话呢，我们一定会选择带 ZV-E1，因为它在低光源的表现底下呢，还是非常的好。它已经有点相当于初阶电影的规格，尤其是在夜晚啊，或是像这种低光源的洞穴里面，它的画面表现都还是非常的好。我们刚开始经营频道的时候，其实有来拍过佛手洞这个景点。当时呢，这边的灯没有设置了这么多，整个空间呢是比较昏暗的。那现在灯就有比较多，不过呢，如果你要通过一些狭小的通道的时候，那边的光源还是比较不足，那这个时候呢 ，ZV-E1 的优势就可以显现得出来了。你看，像这边缝啊，比较小，比较昏暗啊，它 ISO 啊，你开到12800还是会非常的纯净。所以如果你是用手机拍的话，这边就会几乎看不太到。对，走过去。这里超窄的，你应该过不来。你看这岩壁上闪闪发亮了，我本来以为它是什么矿物质，结果是青苔上面的水珠，超漂亮的。虽然是天然的海蚀洞，但是也曾经被当作防空洞来使用。那又因为里面呢曾经有一些蝙蝠栖息在里面，所以又叫做蝙蝠洞。不是以前刚刚就飞过很多只了，你刚刚吓死了。应该是鸟吧？我觉得是鸟。对，是鸟，想成是鸟就没事。基隆还有另外一个防空洞也很有名，叫做信二防空洞。不过跟那个比起来呢，这个还是更原始、更有探险的感觉一点。我觉得走进来这里面，觉得自己是像一个什么盗墓人哦，盗墓笔记之类的。到了，这里就是佛手洞的佛手印。然后我们把手举起来，跟佛祖一咪拜一下吧。像这边就很暗，那大家应该感觉不出来。其实我现在开到12800，画面还是很能用，不用特地打灯，我觉得还蛮棒的。像我们用过这个功能之后呢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们赶快出去吧，我们结婚10年了，不需要这种紧张的景点了啦。还是偶尔要一下的。我
们现在来到司令大院子，它的前身呢叫做基隆要塞司令部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，在前面啊有去看了一个炮台嘛，那我们有说基隆有非常多炮台，那这个要塞司令部呢，就是整个基隆它的这个军事的最高指挥中心。这栋建筑物呢，它已经有90几年的历史了。内部作为展览使用，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钟。那晚上呢，其实也可以来拍拍照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大致逛了一下这边所有的展间，那他把基隆呢分成好几个面向，展示了基隆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那像这个展间呢，它就在展现基隆的产业。那我们大致看过一下呢，就会知道说，哦，过去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呢，而造就了基隆现在的发展。从这边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原来台湾呢资源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才让这么多的国家呢想要来占领台湾。那像第一个呢就是西班牙，所以就造就了就是基隆早期这个矿业的这个生态。这一张图片它是大家熟悉的卡马丁以前的照片，然后呢这个没什么了不起，重点是它这中间呢有一条河，可是现在呢河已经封起来了，上面还盖满了房子，超酷。所以大家根本就不知道，其实房子下面是河。跟老街溪一样，对，加盖。我们在刚那张图上面的对照，就是这边是洪永昌，那这一边呢是原来的河道，可是现在你看照片，这边就盖满了房子。大家到了美丽的建筑物里面，都会想要拥有一段充满故事感的画面。这个时候呢，影视部落格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好用。那它可以轻松的把长宽比例呢变得像电影的画面一样。那还内建17种电影色调，你只要轻松设定一下呢，每个人都可以轻松的拍出电影感。我们等一下用给大家看。ZV One 提供内建的17组电影色调设定，这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友善。因为想到后期要调色呢，大家都会觉得很难很麻烦，包括我们现在也还是这么觉得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其实只要选择好自己喜欢的风格，直接拍摄，回家原片输出就可以使用了，超赞的。我们现在来到2楼，那其实1楼跟2楼呢都是展间，只是1楼呢属于比较常设展，2楼的话就是不定期会更换的展览，像现在展出的就是画展。这里有一个警卫的岗哨，因为呢这边是楼梯，那楼梯上来啊，转弯过去就是司令的房间了，所以这边要设一个岗哨呢来保护司令的安全。这个房间啊，一走进来就觉得不同凡响。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砖明显的呢就比外面豪华了许多，再来是你看哦，那边还有一个壁橱，它有一点欧式的感觉。我们常在那种中古欧洲的电影里面会看到啊，他们的大厅里面会放这种壁橱，那壁橱的正中间一打开来呢，就是他们家族的壁画啊，或者是什么勋章之类的。我们在各处拍了这么多的古迹，觉得司令大院子呢算是一个蛮厉害的地方啊。除了它的展览呢很有趣，有很多互动体验之外呢，它本身的建筑物也非常有看头。像这个呢叫做平衡锤上下拉窗，是从前日本的工法。然后底下呢这边还有一个通风的窗户，它是左右边拉的。那刚刚这个导览的大姐跟我们说啊，从前的小学啊都是像这样的装置，因为学生坐在里面呢，夏天很热嘛，你只要把这个窗户呢打开来，风就可以通进去了。这个叫做13勾面砖啊，顾名思义呢，它就有13个勾。那有2个原因要做这样的东西，一个就是说，当时因为战备的需要啊，这个砖它比较不会反光，而且是采用国防色，这样空袭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建筑物。那再来呢，是因为基隆比较潮湿，下雨下得多啊，水就会从这个沟面啊流下来。这是北投的砖厂，窑厂。
这是一个类似幻灯片的装置啊，里面呢放置的是从前码头的一些工作状况。然后我觉得呢，他把这个老照片放在里面这样子展示啊，非常的有感觉。这个景点腹地还蛮大，如果带小朋友来啊，他可以在这个空地上跑跑。然后里面的装置呢，其实也非常有趣，有一些互动式的装置，小朋友也会很喜欢。旁边呢还有不错的餐厅，可以顺道在这边用餐，真的是一个蛮棒的景点。在要塞司令部的旁边呢，还有一栋建筑物叫做司令小文创，里面有一些很不错的展览，我觉得蛮值得一看的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这里面非常的有趣，根本就是台湾古迹版的小人国。而且呢，这些古迹它都是用乐高去拼成的。那你要分别去收集不同的零件啊，它并不是成套成套的，乐高没有在贩卖这样的套装。我觉得超酷，这边都是古迹，对不对？然后右边就可以让你对照它的图片长什么样子，就是原本现在长什么样子就可以对照。我跟你讲，它还原度超级高，而且很细致。它不只是外观呢还原的惟妙惟肖，连内部啊，它都靠自己的想象，然后去做的很精致的样子。这里每一个展品都超有故事的，我们就挑其中几个来讲一下就好。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呢，叫做周再思宅邸，它在汐止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宅邸已经不复存在了，唯一留下的呢，就是只有这棵树。那刚导览大哥特别给我们看照片，这棵树啊，仿照了根本就是一模一样。那这个创作者呢，他就是凭借一张老照片呢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，就把这个宅邸呢整个重现了出来。这个还原的啊是过去的生活，因为你看，像那个照相机是老物件，还有这里面的车子也都是老东西，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。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要塞司令部，那它其实里面的每一个隔间呢，都有做一个小巧思哦，然后就连它上面的这个砖面啊什么的，都非常的还原感很高。你看它每一个房间里面啊，都藏着一个基隆的古迹，就连我们刚刚上去2楼看到那个警卫岗哨也在那里。这个是嘉义卫生公馆，现在呢建筑物已经不存在了，可它的地点呢其实就在嘉义圆环那个地方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它的内部结构非常细致，每一个零件呢都是要真的乐高有出的，他们才可以用，不可以自己用3D 列印啊，或是用什么雕刻啊去改造它。而且我觉得乐高玩家都要很细心，因为每一个小东西他都要很注意。对，要观察，要构图，还要去找零件，真的不简单看到他弄个吊灯，我觉得超厉害。建议大家来啊，要把手机的手电筒拿出来，这样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。就连彰化八卦山大佛都做出来了，这么多曲面的积木啊，要找真的不是很简单哦。他们的导览非常专业，每一个历史建筑啊，它都讲得很清楚，这样。对，而且上面很多的零件什么的，然后他自己也可能是喜欢到处去玩，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拿来佐证。通常我们在拍摄景点的时候啊，被拍摄的人都有一些走动的画面。那拍摄的人啊，就在没有稳定性的状况之下，镜头跟着人都会有比较多的碎震或者是移动的画面，那画面就会比较难掌控。这个时候，自动取景功能以及取景稳定功能啊，都会让你有一种拿着稳定器的感觉，就像有一个摄影师在跟拍你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再睡着我的话，我就把你废掉，以后我自己拍就好。这个功能啊，如果像你这个一个人自己拍，就可以像是有一个摄影师在你旁边帮你拍的感觉。你以后你就自己拍。我们现在来到阿芬牛肉炒面。之前呢，观众跟我们推荐这家店，可是我们来了2、3次都碰到他店休，今天终于碰到他开门了，终于可以吃到了，好开心啊！我们来试吃一下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炒面了，因为一般的炒面呢，你过炒之后呢，面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烂的，可是你看哦，它的面体非常的粗啊，又扎实又 Q。那我刚刚在拉起来的时候呢，是需要有一点力气才能跟它拉扯的哦。因为我们之前来这边拍三沙湾的时候，哇，观众说你没有吃这间，哇，这被踏伐你知道吗？对，而且我吃一口就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支持它了。哇，我刚才夹的时候，它真的有够难夹的，对，表示它这个咖喱真的是超级浓的。咖喱虽然浓郁啊，可是不腻口，不会让你说吃一两口啊，就觉得好像味道很重，没有办法再继续吃了。
我们今天点的是羊肉炒面啊，因为先生不能吃牛肉，所以我跟他一起吃呢，都只能点羊肉的。那我觉得对于不能吃牛肉的人来说呢，也是有一个好处，有羊有牛可以选择。除了炒面之外呢，我们还另外点了炒羊肉。那今天点的分量都是大盘的，它有大小盘可以选择，其实分量也还蛮多的。那我们刚刚试吃一下这个炒羊肉呢，跟羊肉炒面里面的羊肉呢，口感是一样的，都是非常的 Q 啊，感觉就是好像那种手切的感觉。那今天点的炒面跟炒羊肉呢，都是大盘的。它的分量其实还蛮多的吼。我做完的是小碗的牛杂汤，你不能吃牛，那就只有我自己独享了。你看哦，里面的料哦，蛮多种的，而且分量也还不错。小碗的就这样子了，来试一下。脆口好吃哎。它里面的东西啊，该嫩的嫩，该脆的脆，口感都非常的好。重点是呢，还有一种新鲜的香甜感。那汤头呢也是非常的棒，清炖的。我好想喝这碗汤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份不吃炒面啊，直接在这个汤里面下面，我也觉得非常的可以。我们刚刚在这家店所拍摄的美食画面呢，都是用 ECM-M1 来收音的。现在也是。对，那它有8种录音模式啊，我们特别喜欢用超定向跟前后超定向这些模式呢，来做拍摄店家制作料理的过程啊，因为可以收到那些店家切菜啊之类的疗愈的声音啊，有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，也会收到自己有感而发的那种感叹。那有时候我们在店里面呢，对话的时候啊，也会去使用这种前后超定向。什么叫前后超定向呢？就是当我们2人在对话的时候，他就只收前面跟后面，那这样声音就会很清楚。那这时候呢，如果老板突然跑过来跟我们对话，我们就会快速切换成全定向收音，你可以收到全部整个环境的声音，这样子的话，收音呢就会非常有临场感。而且会有那种故事感出来，觉得老板关心说啊，我喝加包啊之类的。当然有时候啊，我们还是会忘记切换成全定向，不过不用担心啊 ，ECM-M1 呢，它支援4轨录音，在提前设置好的状况下呢，第3轨它会自动帮你收好全定向的录音，那第4轨呢，它还会自动帮你减少20 dB 的音量，让你在突然有很大声的状况的时候呢，可以防止爆音。重点是它的8种录音界面呢，做得非常的清晰，你一看呢就能够知道现在是用哪一种模式在收音的。对，提醒大家一下，通常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切换到低切这个模式，也就是低频消灭滤波器，它能够呢稍微帮你滤掉一些环境里面的杂音啊，同时又能够保持高品质的收音。像是电器在运作的一些嗡嗡声啊，或者是火炉在运作的声音啊，都可以稍微去滤掉一些。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开着的，我把它切成没有开的，就是完全 off 的状态，给大家听一下。大家有感觉到吗？比较一下。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怕干扰，所以我还有切到另外一个 NC 的模式，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，觉得有没有声音更干净的呢？我们之前呢是使用 ECM-B10，虽然它的录音模式只有3种，但也是很全面的3种。后来啊，我们考虑到 ECM-M1 呢有4轨录音以及更全面的收音模式，所以我们就把录音设备呢升级成了 ECM-M1，来让我们的创作过程呢更加的安心。在这边呢，我们也是很推荐刚入门，或是你偶尔才会使用机顶麦克风啊，或者是你在预算上面有考量的朋友呢，来购买这个 ECM-B10。不是，那个都是妹子。这一家是麦克面线，一样是三沙湾地区的美食遗珠啊！之前也是好几次扑空呢，被观众骂了半死。很多人都说这是他心目中基隆最强的面线羹。我觉得它很有趣，它叫做麦克米刷，用英文写这样子。只有你会，真的是这样写哦，真的，你乱掰的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很有趣。我们之前扑空了快要5次啊，今天呢，终于幸运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捡到的几乎是最后一碗面线，我们赶快来试一下。可是我们没有捡到大全羹，只有捡到面线跟大碗而已。一样啊，有试到就好。
哦，看你吃像倍儿香的样子。眉毛出现，眉毛出现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碗面线的本体是它的蒜泥跟它的酱汁淋上去之后，好好吃哦。哦，是光面线就已经很好吃了。浓郁耶。这碗面线吃起来蛮特别的哦，它应该是用大骨汤底，而不是柴鱼汤底，然后吃起来有带一点点甜味。我觉得它留了蛮多的那个面线的甜味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特别叫做鱼浆包大肠，没有很多地方能够吃得到哦。我们来试试看。我没有办法展示给大家看，因为我刚随便咬一口，大肠已经在我的嘴巴里面了。你再咬一个给大家看看。那万一不幸的又被我放到嘴巴里面怎么办？那就没办法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大肠已经显露出来了，可是因为呢，它的颜色跟鱼羹实在太相近了，我刚刚也是边咬啊，然后边分不出来这样。为了以防大家看不出来，这边就是大肠，这边是鱼浆这样子，是不是颜色超像的？这个口感很特别，你吃到外面鱼浆的时候呢，有点脆口，非常的新鲜。那咬到里面大肠的时候呢，软软的，带点一点韧性，然后又有一点油脂。韧性，听起来跟你一样，有点韧性，是你有点油脂。你的个性硬硬的，然后又很任性。来吃一下鱼酥。很多人都说一定要吃这个鱼酥，大家都对这个鱼酥为之疯狂。你刚看到它，以为是麦克鸡块，没有，它叫麦克，然后我就会想要把它看到他就会觉得它是麦克鸡块，合理的联想。对，这块鱼酥超级香的，而且呢，它刚好又把胡椒粉还有酱汁都撒在它上面，所以所有的那种佐料的美味都在上面了，好好吃，好吃。不知道有没有许艺的好吃？我觉得有搞不好他就跟许艺姓而已，大家都自己打脸。接下来是蚵仔煎，本来没有要点的，可是看他这边煎的恰恰，忍不住了，来点一个吧。其实你是怕观众说，你怎么没有点蚵仔煎？预防一下。吃一吃就发现观众说，你怎么没有点霸王？好，我现在来试试看。都给你们试试看。哦，这个蚵仔煎的酱是比讲完。比一般蚵仔煎的酱啊还要更辣一点点，所以你看，我就一下子被呛到了。你看里面蚵仔很多，而且蛮大颗。那重点是它在煎的时候熟度也控制得很好，不会让这个蚵仔就是太熟缩小这样子，肥肥的好好吃哦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很香的口感呢是属于比较 QQ 一点，但边边还是吃得到一点那种焦脆香。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辣酱，然后我想说，这个是不是玩尽？然后后来老板就说这个是有一点点在里面，但他是自己再去调的，因为他嫌那个不够完美。啊，这是我自己讲的啦。刚刚店家跟我们说，这个酱这么辣，其实不是常态啊，是因为啊，就是这一批进来的玩尽辣椒酱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平常辣啊。最近也有很多客人去跟他们反映，它这个蛋还有一点半熟的。常常看我们频道的观众啊，一定都会知道说，我们的食物特写呢，都是用4K 120的慢动作来拍摄，因为这样拍摄食物起来呢，会更有张力，看起来更美味。除了画面好看之外呢，也有执行层面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常常在拍这些特写画面的时候，需要有一些动作的移动啊。可是如果你移动不顺畅的话呢，那画面看起来就会有一点抖动，就不是那么顺畅了。用慢动作的话呢，就可以让整个画面变得更加的滑顺。其实不只是拍摄美食，你拿来拍人车景物啊，用这个慢动作呢，都会非常的好用。但是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呢，你的记忆卡必须是 V60以上的规格才可以。这功能如果有用过啊，真的是回不去。对，而且我相信啊，我们很多观众都是被这种画面吸引来订阅的。还有，我们也很喜欢它的清晰影像缩放功能。ZV-1呢，它本身是一个全挂幅可换镜头的相机。那我们平常拍摄美食呢，会选用2070的镜头。那当拍摄店家在制作食物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使用70端，然后再加上清晰影像变焦1.5倍的无损画质，可以确保我们在4K 的影像之下呢，可以拍到更近的画面，或者是减少店家工作的动线。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功能，尤其是在拍店家手部特写的时候呢，因为不需要站得很近啊，店家也不会觉得有压迫感，那我们收到的画面就会非常的自然。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呢，是基隆正滨旧渔会大楼。那这边以前呢，其实是有展览可以参观的，不过最近好像就没有开放了。
那为什么来到这边呢？主要是因为这个建筑拍照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一样晚上会点灯，虽然里面不能参观，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呢，大家就在外面拍拍照呢，就很心满意足了。这个建筑呢，真的非常像日本港边的建筑，像我们去九州的门司港啊，所看到的建筑都像这个样子。那它的前身呢是基隆渔港水产馆。我们到日本去呢，也参观过很多的水产馆，其实呢，里面卖的渔货啊什么什么，其实就跟渔会差不多啦。这里拍照真的是随便拍随便漂，但是要稍微避掉招牌美学。没错，台湾招牌美学。我们一般在漂亮的景点呢，都不只会拍摄影片，还会拍摄一些照片。那不管是照片或者是影片呢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套用上 ZV-E1的风格外观。使用这个功能呢，你可以在拍照的时候得到更多的乐趣，而且拍出来的照片呢，也会更有故事感。重点是你回家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出到社群平台上面，适合你不喜欢在后期处理呢花太多时间的人。我们来示范一下如何找到风格外观这个功能。按下 FN 按钮之后，就可以看到预设的快选选单，选单中左上角的这个选项就是了。我们等一下使用 IN 这个风格来试试看。这个风格呢，就是它的色调会比较偏白，看起来就会有一点日系。基隆啊，这边基本上有非常多好拍的地方，但是你要避开招牌美学。你看，避开之后，哇，这个天空跟这个老建筑合在一起，超漂亮的。建议大家可以这样拍一张。再换一个风格外观，换成 PT 好了。我现在用这个 PT 功能啊，拍人像是还蛮不错的，推荐给大家啦。感觉如何呢？大家感觉如何呢？这样子好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啊，蹲在这边，哎，拍影片真的很辛苦啊，常常蹲来蹲去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好累哦。这是一间叫做万柱号的老宅咖啡店。那里面呢，我觉得啊，它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的精致，可是反而是这样子呢，能够更放松。它就是结合有一点点老屋的感觉，所以你能够在里面呢看到很多好像以前阿嬷家啊，或是那种老宅里面会有的陈设，可是呢又还蛮时髦的，有一点点像酒吧的感觉。它那个楼梯啊，然后墙像旧旧的，而且磨石子地板。我觉得这家店呢、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它的门面呢是一大片的落地窗。大家来到基隆旅游嘛，尤其是这个地方啊，它很常下雨。你如果旅行到一半呢，突然下起雨的话，你就可以来这里啊，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然后坐在这边呢，你晴天的话看暖阳，雨天的话呢，就坐在里面听细雨。我们今天点了一杯锅煮鲜奶茶，还有柠檬红心芭乐气泡。这个呢是大人味39提拉米苏。我们来吃一下提拉米苏，好好吃哦！它的酒味非常的浓郁，哎，跟我们在外面吃到那种就淡淡的口味的提拉米苏啊，完全不一样。吃进去呢，就会感觉到里面真的浸泡了满满的酒，你稍微用舌头一压，那个酒精就这样子慢慢的释放出来，超级疗愈的。这个酒鬼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爱。我这杯是热的锅煮鲜奶茶，因为已经晚上了，我不太敢喝咖啡，就喝杯奶茶来暖暖身体吧。你还蛮喜欢喝锅煮鲜奶茶。它除了奶味之外呢，茶味也非常的浓厚，很棒。这杯是柠檬红心芭乐气泡饮，光是把杯子啊靠近鼻子啊，就闻到浓浓的果香味，但喝下去味道是非常的自然。这间店我觉得它的东西都还蛮有水准的，尤其是我刚刚吃的提拉米苏，哇，快醉了，真的很好吃哎。
这间咖啡店让我想起了清迈古城区里面的咖啡店，都是那么的有特色。那如果你不能到清迈去体验那种感觉的话，来这边体验一下也不错。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环节，来到美美的咖啡店吃甜点，除了食物要拍得漂亮呢，人也要拍得漂亮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使用产品展示的功能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样是不是对焦的很清楚啊？那以前呢，我们在展示产品的时候呢，都会用这个手去遮挡在它的后面啊，这个叫网美手。但现在科技很进步了，已经不需要用到网美手了。我们现在把产品展示关掉，给大家做个对比。来到这么漂亮的环境啊，周围一定会聚集很多漂亮的女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要把柔肤效果打开，这样拍起来呢，你才能够显得特别的漂亮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功能叫做一键景深切换，你把它按下去呢，就可以瞬间把后面的背景啊，还有那些完美都模糊掉。这样子呢，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嘛。现在柔肤是调到中了，那我现在按一下一键景深哦，让给大家看一下会变怎么样哦。看一下后面东西是不是变得比较模糊了呢？这样就可以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了。是中等的柔肤效果，大家看一下样子怎么样呢？现在是没有开柔肤效果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感觉好像是照我会比较有效果。我跟你讲，你把柔肤关掉，我也没在怕的。每次一收工啊，太开心了，得意忘形，赶快把东西收一收呢，就准备要走了。结果到车上啊，才发现说我们忘记做总结。那这时候呢，因为太累了，我们连麦克风呢都懒得装上去，就会直接使用 ZV-1 内建的麦克风去做收音。其实 ZV-1 内建的智能指向性3音头麦克风非常的方便，你只要把相机拿起来对着它讲就可以了。在车子里面相对安静的环境下，绝对是没问题的。但如果呢是在外面比较嘈杂的声音啊，建议还是要再装上麦克风啊，这样子收音品质会更好一些。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，就是在嘈杂环境下，还是要使用 Sony 的 M1、B10 或是 W3， 我们今天用的这一些会比较好啊。我们夫妻俩在过去的1年多来啊，成功的转职变成了全职的 YouTuber。那这之中的转捩点呢，就是我们从用手机拍摄变成了用 ZV-1 来拍摄。那身边啊有许多经营自媒体的朋友啊，在经营一阵子之后呢，也都经营得不错。那他们这时候就会想要更上一层楼，拥有更好的画面品质。那我们一律都是推荐他们啊使用全画幅的相机，尤其是 ZV-1。ZV-1 的机身呢，非常的轻巧，很方便携带，而且它拥有很好的画面品质，还有很强的 AI 技术，能够让我们呢简单快速的走在摄影的路上。从手机换成 ZV-1 之后呢，除了频道的成长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接到了更多的商案。因为这些厂商呢，他们说，是因为喜欢我们拍摄出来的画面品质啊，所以才选择我们的。一开始换成 ZV-1 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想说会不会非常的不适应，但后来发现呢，它的萤幕是触控式的，就非常的接近手机在操作的方式啊，而且界面很清楚，一目了然，算是解决了我们当初的担心。如果你在经营自媒体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，是想要提升画面的品质，提升你自己在自媒体产业的竞争力，那我们真的会很推荐 ZV-1，它是一个超棒的选择。如果你已经经营了一阵子，想要再更进步，那既然要换，就直接把它换到位吧。以上是我们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啦。我们今天的基隆美食景点1日游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今天的行程啊，算是蛮充实的。但是呢，你要早一点点出门呢，才有办法把这些景点全部都跑得完。这些景点里面，我们最喜欢的是要塞司令部，连同它旁边的司令小文创，我们觉得都非常的不错。那美食的部分呢，一样我们是在清一些我们之前呢，没有吃到的遗珠之憾。那基隆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多，你不一定要集中在这个区域里面去吃啊。我觉得我们频道里面有非常多的影片可以去参考，你可以就近找那些景点附近的东西呢去吃吃看，那你就可以串联成你自己的一个行程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，大家拜拜。呀，哇，都拍到都已经下雨了，天气原本早上超好的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